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如果有人告诉您，您的身体内有10%是不属于您的部分，你会怎么想呢？您的身体是由细胞组成的，每个细胞上还有9个微生物细胞，这些微生物细胞是搭便车者，所以您的存在不仅仅是您的身体，还包括微生物的身体。微生物在肠道内就有1万亿个，就像海洋中的珊瑚礁一样，构建了一个生态系统。大约有4000种微生物在每个小的生态位上生活，它们隐藏在覆盖着您身体表面的微生物群中。从您出生到死亡，您都是这些庞大数量的微生物的寄主。人类免疫系统的细胞本应该是击退敌人和治愈感染的，为什么却容许这么多微生物的入侵呢？这可能是因为微生物给我们带来了某种好处。因此，今天我想教您如何更好地与微生物相处，以使您更健康、更幸福。您的身体有90%是由细菌构成。我想向您介绍一本能让您更深入了解肠道健康和肠道菌群的知识的优秀读物。今天我要介绍的视频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大肠在营养摄取中的作用；第二，我们饮食的问题；第三，重建肠道环境的方法。请尽情享受阅读，接下来让我们开始吧。第一部分，大肠在营养摄取中的作用。大家是否了解大肠在营养摄取中的作用呢？大部分人可能对小肠吸收营养的过程有所了解，但对大肠的作用可能不太清楚。在医学界，人们普遍认为营养的吸收是小肠的工作。小肠确实是人体消化的主要场所。从胰腺和小肠本身产生的酶作用下，食物的大分子被分解成小分子，通过肠壁细胞进入血液循环。蛋白质被切割成氨基酸合肽，复杂的碳水化合物被切割成易于处理的单糖，如葡萄糖和果糖。脂肪则被去除多余部分后变成甘油和脂肪酸。因此，营养素被分解并被吸收，产生能量，成为肌肉的材料，或者变成我们所讨厌的脂肪。根据以往的观念，人体的营养摄取基本上在小肠完成，而大肠在这方面被低估，被认为只是一个排泄的装置。在学校里，我们可能被教导说，小肠是吸收营养的地方，而大肠是吸收水分并将食物残渣变成固体的地方。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大肠借助微生物的力量合成人体所需的维生素，并在大肠吸收这些维生素。如果大肠中没有微生物，我们的健康将无法维持。我们正在逐渐了解到这些不同的事实。我想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那就是大熊猫。大熊猫属于食肉目熊科动物，与灰熊和北极熊等同类动物一起属于食肉目。然而，尽管属于食肉目，大熊猫以不吃肉而闻名。大家可能都知道，大熊猫喜欢吃竹子，整天都在咀嚼竹子。然而，与其他草食动物一样，大熊猫没有像牛或羊那样复杂而长的消化道。此外，大熊猫的基因组是属于食肉目动物的基因组，它们具备分解肉中蛋白质的酶的基因，但却没有能够分解坚硬植物多糖的酶的基因。也就是说，尽管竹子本来不应该成为它们的食物，但大熊猫仍然以竹子为食并生存下来。它们的身体和器官都适应了食肉动物的特征，但它们却吃竹子。那么，它们是如何将竹子转化为营养的呢？实际上，大熊猫没有像草食动物那样长的消化道，取而代之的是，大肠和那里居住的微生物发挥了各种作用。通过对大熊猫肠道微生物进行基因分析，我们发现了分解纤维素的基因。这是在本来应该在牛、袋鼠和白蚁等草食动物的肠道微生物中发现的基因。这些微生物具备这种基因，使得大熊猫能够将竹子转化为能量。总之，大肠在营养摄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借助微生物的帮助合成并吸收维生素。我们正在逐渐了解到这些事实，并认识到微生物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在这里，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讨论营养摄取时，我们不能忽视微生物的存在。近年来流行的减肥方法的理念是基于人类应该如何本能的进食的思考。考虑到狩猎采集民族的饮食习惯，以及判断应该吃什么，
我们经常听到关于狩猎采集民族的饮食与人类 DNA 相符合的说法，然而这样的观点只涉及到饮食的一半。我们不能忽视与人类 DNA 一样重要的微生物种类，这些微生物在您的肠道中居住，对于考虑您的营养摄取至关重要。当然，思考与人类 DNA 相符合的饮食是很重要的。作者并不认为现在充斥着垃圾食品的饮食生活是正确的。然而，仅仅从祖先的饮食来考虑是否适合现在的我们也是不正确的。在这方面，科学家们认为，我们在考虑我们的饮食生活时，不需要追溯到人类或采集民族，甚至是更早的类人猿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我们只需要考虑到曾祖父母的饮食就足够了，因为在曾祖父母生活的时代，我们现在所遭受的肥胖、过敏、心脏病等所谓的21世纪疾病是不存在的。虽然这只是100年前的事情，当时没有超市里只有包装产品，也没有快餐店的外卖服务。曾祖父母的饮食习惯与我们现在的饮食完全不同，而且采集民族的肠道菌群与我们的肠道菌群存在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肠道菌群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变化。人类的一生和细菌的一生的长度完全不同，变异和盛衰也发生得非常迅速。换句话说，就像大熊猫的 DNA 不适合它们的肠道细胞一样，对于人类来说，不适合的食物也可能通过肠道微生物的变化成为重要的营养来源。让我介绍一个实验，在美国进行的一项实验中，将参与者分为食用肉类、蛋类和奶酪等动物性食品的组和食用谷物、豆类、水果和蔬菜等植物性食品的组，观察它们的肠道微生物如何变化。研究人员的预期是，肠道微生物的组成比例会发生变化。植物性食品组迅速增加了能够分解植物细胞壁的细菌类型，而动物性食品组则增加了能够分解蛋白质并合成维生素以解毒含有致癌物质的肉类的细菌。实验中的一位男性一直是素食主义者，但被分配到了动物性食品组。当他开始食用肉类时，实验前存在于他的肠道中的那些只能在植物性食物存在下生存的细菌数量迅速减少。不到4天的时间，喜欢动物性蛋白质的细菌数量就超过了它们。这样，仅仅4天时间，肠道微生物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 DNA， 但通过肠道微生物的变化，我们可以摄取各种不同的营养来源。我们的祖先曾与肠道微生物共同合作，在丰收时期摄取富含纤维的食物，在狩猎成功时充分利用肉类。我们需要考虑与人类 DNA 相符合的饮食，同时考虑与适当肠道微生物相符合的饮食。我希望您能在这里改变对饮食的意识。接下来第2部分将讨论我们饮食的问题。现在您认为我们当前的饮食存在哪些问题？过多摄入碳水化合物、脂肪、垃圾食品等等。我相信你会想到各种原因，这些都对我们的身体造成负担，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然而，简单的断定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是不好的，并没有正确传达出营养的含义。这就像认为汽车是杀人工具一样，忽视了汽车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坚称脂肪总是不好的观点，忽略了脂肪对我们生存至关重要的事实。脂肪并不是一概而论，它包括饱和脂肪、不饱和脂肪、多不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等。关于如何平衡地摄取这些脂肪，专家之间存在不同意见，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同样的，我们也无法准确地确定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但适当的摄取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健康。让我给出一个有趣的数据：在英国自2战以来，脂肪和糖的摄取量有所减少。英国政府进行了全国食品调查，从1940年到2000年调查了家庭的饮食习惯。根据调查，英国人的平均脂肪摄入量在1945年每人每天为92克，到了1960年，当时肥胖人口还很少，每人每天摄入115克。然而到了2000年，每人每天的摄入量降至74克，而肥胖人口却不断增加。即使将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
分开计算，也找不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在英国，不饱和脂肪酸占脂肪摄取量的比例比青少年时期更高，而植物油、黄油和猪油的摄取量增加了。然而，英国人的体重却不断增加。在对欧洲18个国家的调查中，男性的脂肪摄取量与 BMI 值之间没有相关性，也就是说，摄入较多脂肪的男性并不一定更胖。女性的情况与大家的印象相反。在整体脂肪摄取量较高的国家 ，BMI 值较低；而在脂肪摄取量较低的国家 ，BMI 值较高。因此，并不是摄入更多脂肪就一定会变胖。这个观点在一些低碳水化合物的书籍中也有提到，所以可能有些人已经知道了。然而，仅仅通过这些数据就断定我们应该摄取更多脂肪，限制碳水化合物还为时过早。我们确实知道脂肪不是简单的问题，但对于碳水化合物，从这些数据中我们无法得出任何结论。我们知道使用砂糖的咖啡、红茶、糕点和面包的摄取量逐年减少，特别是砂糖的摄取量，从20世纪50年代末每人每周500克下降到2000年的100克。当然，现在的英国人相比过去，喝更多的果汁，吃含有大量糖分的早餐谷物。然而，总体来看，英国自1980年代以来，糖的摄入量减少了约5%，这只是每天减少1茶匙的量。在澳大利亚，自1980年代以来，糖的摄入量也有所下降。1980年，人均每天摄入糖30茶匙，而到了2003年，下降到25茶匙。然而，在同一时期，澳大利亚的肥胖人口增加了3倍。脂肪和糖的摄入量都减少了，但为什么体重却增加了呢？如果认为摄入的卡路里是原因，也是不正确的。英国的全国食品调查显示，1950年代成人和儿童的平均每日能量摄入量为2600千卡，而到了2000年降至1750千卡。甚至在美国也有多项研究报告显示，尽管国民的摄入卡路里减少，但体重却增加。根据美国农业部的全国食品消费调查，从1977年到1987年，人均每日摄入的能量从1854千卡下降到1785千卡，脂肪摄入的比例从41%下降到37%，肥胖人口的比例却从25%上升到33%。尽管在其他时期和地区，从摄入的卡路里减去消耗的卡路里似乎与体重增加有关。但许多科学家指出，仅仅通过这一点，无法完全解释美国和其他地方肥胖问题的增加。那么，什么样的解释才能解释这个现象呢？其中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纤维摄入量的下降。英国成年人在1940年代每天摄入约70克的膳食纤维，而现在下降到20克。这意味着我们越来越少吃蔬菜。尽管在2战期间食物供应有限，但我们当时几乎吃了现在的2倍蔬菜。典型的一天饮食中，新鲜绿色蔬菜的摄入量在1940年代为70克，而到了2000年代只有27克，减少了1/3富含纤维的豆类、谷物和马铃薯也在1940年代后减少了。总之，我们现在吃的植物性食物比以前少了。这种食物纤维摄入量的减少对我们的健康和肠道微生物有什么不良影响呢？在第2部分中，我介绍了一项实验，其中一位素食主义男性参加了动物性食品组，开始食用肉类后，他的肠道中的植物性饲料无法生存的植物群落细菌急剧减少。在摄取足够食物纤维的人的肠道中，这2组细菌，能够分解植物细胞壁的植物纤维菌和产生木聚糖的细菌，以较高的比例存在。摄取足够食物纤维的人可以从谷物、豆类和蔬菜等占据饮食大部分的食物中获得更多的营养，而在没有足够摄取食物纤维的人的肠道中，这2组细菌无法生存，因此几乎看不到这些肠道微生物。相反，其他属于梭菌门的细菌在这些人的肠道中占据主导地位。研究表明，这些梭菌门细菌与肥胖有关。另外，还有一种细菌也在这种情况下增加。这种细菌通过增加肠壁上的粘液层的厚度，
阻止细菌产生的毒素穿过肠壁进入血液。这种毒素被称为脂多糖。当进入血液时，会引起脂肪组织的炎症，导致不健康的体重增加。因此，摄取足够的食物纤维可以预防体重增加。研究已经不断发表，证明食物纤维的摄入量与肥胖有关。在针对美国年轻人的研究中，发现无论脂肪摄入量如何，食物纤维摄入量越多 ，BMI 值越低。在对7.5万名女性护士进行为期12年的追踪研究中，发现喜欢未经精制的谷物的人的 BMI 值一直较低，而喜欢经过精制的谷物的人的 BMI 值则较高。还有研究表明，在进行为期6个月的每日摄入1200千卡的低卡饮食时，补充食物纤维的女性体重减轻了8公斤，而另一组只减轻了5.8公斤。还有一项研究调查了持续增加食物纤维摄入的饮食对健康的影响。在对250名美国女性进行为期20个月的追踪调查中，发现每增加1000千卡的食物纤维摄入量，体重减轻0.25公斤。尽管这看起来可能不是很显著，但如果每千卡摄入8克食物纤维，女性可以减轻2公斤。这样的研究结果表明，食物纤维对减肥和健康有积极的影响。作者建议您从今天开始在饮食中增加一些食物纤维。当然，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每种营养成分都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非常复杂。脂肪有不同的形式，碳水化合物的分子也有不同的大小。所有的营养成分的作用取决于您整体饮食的框架。仅仅说脂肪不好，食物纤维好是不够的。食物纤维的价值在于人类作为物种从食草动物逐渐进化为杂食动物的过程中，肠道微生物的培养和存在人类消化系统的结构，包括肠道微生物的家园和水分的滞留地，告诉我们人类不是肉食动物，而是以植物为主食。因此，我们应该关注食物纤维这种营养成分，将其加入日常饮食中非常重要，而不是完全不摄取脂肪或完全不摄取碳水化合物。我们应该选择未经过度加工的自然食物，这才是关键。现在我们来解释第3部分，介绍重建肠道环境的方法。我相信有些人在使用抗生素后会出现腹泻。抗生素会杀死目标菌种以外的细菌，从而严重扰乱肠道环境。当然，关注饮食并避免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是维持肠道环境的有效方法。但对于那些已经大量使用抗生素导致肠道环境紊乱的人来说，应该怎么办呢？常见的方法之一是摄取益生菌。益生菌是指含有对人体有益的微生物的产品，例如酸奶等。根据一项涉及1.2万人的63项临床试验的结果，益生菌可以显著降低抗生素引起的腹泻发生率。如果在抗生素治疗中，100人中有30人出现腹泻的话，使用益生菌可以将发病人数减少到17人。益生菌对婴儿和早产儿也有益处。对于早产儿来说，预防性使用益生菌可以将脂肪风险降低60%。虽然我提到了益生菌的好处，但实际上，在一些严重疾病，如1型糖尿病、自身免疫疾病和心理疾病等情况下，仅仅使用益生菌可能没有效果。益生菌并没有修复已经受损的组织的能力。各种研究已经证明，不同品牌和菌株的益生菌确实可以让您感到快乐和健康。实际数据显示，益生菌可以改善心情，减轻皮肤炎症和花粉过敏，改善过敏症状，减轻体重等。换句话说，对于肠道环境紊乱问题，摄取益生菌可能是有益的。然而，对于益生菌有3个注意事项。首先，要检查产品中包含的菌株和菌种。关于益生菌，确实有很多产品没有详细说明其中包含的菌株和菌种。实际上，一些产品在进行培养和 DNA 分析时，发现其内部的菌种与说明不符。菌种和菌株的差异对其影响目前还不太清楚，但基本上含有多样化菌种的产品更好。其次，要注意产品中含有多少菌数量，这个数量以菌落形成单位 CFU 来表示，CFU 越多效果越好。
第3点是关注菌种的包装形式。益生菌以各种形式销售，包括粉末、片剂、糖果、酸奶、饮料等。有些产品甚至与其他补充剂混合在一起。这些加工对细菌有什么影响，目前还不清楚。许多以酸奶形式销售的益生菌产品通常含有相当多的糖分，这可能会使肠道偏向不健康的方向，而不是健康的方向。因此，在选择益生菌产品时，应该注意产品中包含的菌种和菌株含量，以及是否添加了其他物质。这些中，尤其是第1点关于菌种和菌株的问题引起了很多讨论。许多作为益生菌销售的细菌属于乳酸菌属，这些乳酸菌在成年人的肠道中并不常见。乳酸菌之所以被广泛使用，是因为它们与其他肠道细菌不同，它们不会因接触氧气而死亡，因此在培养皿中相对容易培养。事实上，它们甚至可以在温暖的牛奶罐中生长。仅仅因为这个原因，乳酸菌就被广泛应用于益生菌产品中。然而，目前仍处于研究阶段，仍不清楚哪种菌在肠道中真正有效。因此，在选择益生菌产品时，建议您在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随时关注最新的研究和资讯。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